坦克300沙漠越野突然起火，因火势太大，5、6、7、8位大哥也没能扑灭。这是某汽车 4S 店发生汽车火灾，看着烟雾现场火势也很严重，电车一旦自燃真是无可救药。这是啥品牌车呀？生这么大的气，还以为谁扔的烟雾弹呢？烟雾这么大，真是看不清车标。丰田霸道大哥脱下自己范思哲上衣灭火，真是太奢侈了。白衣服跑过来用嘴吹了2下，大哥这可是火，不是吹牛的牛。北京现代越野车行驶途中起火，估计是线路老化造成的原因。这一看就是本田汉兰达了，在家放着不开也自燃。这质量不敢恭维啊！白色大众朗逸在路口等红灯发生自燃，夏天温度高，不管电车还是油车都容易发生自燃。新能源电动车在充电过程中发生自燃，这难道是太阳暴晒的问题吗？一辆轿车在高速服务区起火，没猜错的话，仪表盘箱水平或者打火机被晒爆引发的。黑色奔驰突然起火，黑衣男子用灭火器也不管用。该说不说，豪车的脾气都很暴躁。宝骏面包车发生自燃，挖掘机师傅用土活埋面包车也控制不住火势。说出去谁会相信丰田坦途在水中自燃起火？岸边的人也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汽车化为灰烬。奔驰大 G 沙漠越野自燃。对于土豪来说，只是又换了一辆车的颜色，走的时候想着把垃圾带走。宝马740起火自燃，3位年轻小伙拎起灭火器前来灭火，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。掐指一算，底盘起火肯定是电动车车底起火，真不好救啊！具体啥品牌你知道吗？某品牌 4S 店在汽车维修中起火。你这个品牌可真是火灾小王子啊！恭喜客户喜提新车，这辆燃烧的汽车不用我介绍了吧？大家一目了然，特斯拉太爱激活了，价值千万的法拉利超跑街头发生自燃，现场没有救援痕迹，最后还是靠消防员灭掉火情。这辆车肯定放易燃物品了，夏天温度高直接爆破了，烧成这样谁能看出是什么品牌？福特猛禽在冰天雪地发生自燃，视频博主说这是涡轮增压温度太高造成的。白色路虎发现4在高速行驶中自燃，满地的灭火器瓶也没能灭掉火。白色轿车路边起火，司机得好好感谢火器救援的小伙，要不旁边东风也得跟着燃烧起来，必须安排一条法子。大家快看看这是啥车型啊？高速上自然差点烧掉这家人的全部家当，还会买这款车吗？福特猛禽沙漠越野自燃，这肯定是长时间暴力驾驶造成的火灾吧？日产轩逸停车位起火，停车不启动都能自燃，你就说以后谁还敢开车？大哥们以后开法拉利千万别乱轰油门，容易涡轮高温起火，这就是耍帅的下场。奥迪自燃起火，火势过于凶猛，小灭火器根本不起作用，看起火位置一定是电瓶问题。现在的新能源电车脾气都太暴躁了，动不动就起火，天气太热，把车停到冷库吧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又一辆奥迪自燃了，连牌子都没挂，车主太倒霉了。保时捷帕拉梅拉行驶中起火，车主小姐姐下车还不忘拍照发朋友圈留念。新能源电车起火让我明白一点，不用着急，因为着急也没用，等着换新车就行。这辆车都化为灰烬了，在国内也就算小瑕疵车，你能认出来是啥车型吗？咋地还怕马儿跑了呀？让共享单车拴着，我怀疑宝马发动机盖是塑料的。幸亏消防员叔叔及时到达现场，给车主留了一半，晚到一会就剩下大铁壳子了。路虎发现行驶中起火，消防车这是去执行别的任务吗？也没停车直接开走了。奔驰的质量真不行，不过这轮胎质量真不错，有谁知道奔驰轮胎啥品牌的？一新能源停车场有一台车突发自燃，这要是都烧起来了，那就好看了。粗略数一下，少说也有上百台了。不知道烧起来的火苗高不高？是红色的还是橘红色呢？根据视频发布者描述，中间还因为车停得太多，导致消防车无法及时赶到。后续在网上没有引起大的新闻，应该是没有烧起来，真的是万幸了。6月9日，一辆蔚来 ES6 在高速路边起火，根据事后车主反映是底盘磕到了异物，导致电池起火。该说不说，蔚来真好，想在高速停就在高速停，下次跟车还是离新能源远点的好。在重庆，一辆新能源车路边自燃，从视频看已经烧成了焦炭了，还有必要用拖车拉回修理厂吗？直接卖到废品站算了。雷军的小米4-7又出事了，这已经是一个星期内第3起严重的事故了。6月10日，在重庆九龙坡，一辆某7与一辆电动车发生激烈碰撞，导致3人倒地不起。
据现场图片显示，某妻疑似在右转时发生事故。据目击者透露，被撞的是一家3口，母亲伤势严重，躺在地上，父亲虽能勉强坐起，但腿部和头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，而小女孩则在一旁不停哭泣。伤势尚不明朗，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和细节尚未明确，我们应以警方的通报为准。但此刻我们不禁要深入思考，为何短短1周内，某妻会连续发生多起事故？说到底是某妻车主们对某妻这台车的定位产生了错位认知。不知何时起，司机被赋予了年轻人的第一台车、第一台跑车、第一台轿跑等标签，甚至雷老板本人也在发布会上公开表示，某妻对标保时捷 Taycan。虽然说某妻与保时捷 Taycan 在外观上高度相似，但他们的车主群体却大相径庭。保时捷 Taycan 的车主大多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，家住大别墅也不需开着 Taycan 上下班，家中可能拥有多辆豪车，驾驶技术娴熟。而某期的车主中，虽然不乏经验丰富的科技博主、测评人，但更多的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，甚至占据近1半比例的不乏驾驶经验尚浅的女性车主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保时捷甚至是 Taycan 的事故相对较少。而某期在短短1周内就连续发生了多起事故，再往后这或许还只是冰山一角。某期为车主提供了跑车的提速，100公里加速3秒以内，而许多购买4期的车主都是刚刚拿到驾驶证的年轻人，江湖人称鬼火少年，他们往往被车辆的外观所吸引，感性消费，激情驾驶，却对4期轿跑定位和自身驾驶水平产生了错位认知，因此4期事故频发，根本原因应该是雷军无脑的宣传和车主的盲目信任导致的。不出事时智驾真好，出事时你信智驾，你就是沙雕。每次事故发生后，总有网友提到雷老板在发布会上宣传的 AEB 在时速135千米刹停这一功能。但请注意发布会上的字眼，重要的是说3遍。EB 在时速135千米刹停，后面标注的字眼是挑战成功。什么叫挑战？当然是很有难度的才叫挑战。其潜台词是，这并不意味着每次都能成功识别并刹停，所以说 AEB 不是万能的。很多人还不知道 AEB 是有免责条款的。但是很多人还是依旧相信135公里都能刹停，却不知道车企的文字游戏里面有挑战，有概率，有那你看不见的一排排小字。6月11日，在青海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，导致小米4期几乎是报废了。事发时，小米 SU7 和起亚在高速公路上相撞，随后由于速度减慢，小米 SU7 又与基奥8发生了碰撞。又是习惯性的丢轮保命，还有媒体说，你看啊，小米 SU7 的安全气囊正常弹出 ，A 柱没有变形，车门可以正常打开，驾驶舱也没有物体道侵入，车主也没有在事故中造成严重伤害，说明小米4期的车身结构多流弊。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，在发布会上宣传的 AEB 呢，连撞2台车 ，EB 和没有一样的。反而讨论起车身是用什么材质做的，估计是小米团队都看不过去，这次直接没有热度，不然早就上热门了。撞了2台车，车主还没事，流弊不流弊什么的。有网友表示，小米4期还没上市几个月，一共交付1万多台，这事故率也太高了。根据银保监会提供的数据来看，小米4期从上市以来到5月24日，上险总量为7105台，出险总量为1074台，事故率大约是 15%， 而并非网传的超过 20%。其实 15% 的事故率已经很高了，这就表明100辆小米4期中，大约就有15辆会发生事故。按照这个事故率，估计已经大修或者报废的有1半了。而且小米4期的订单量也随着热度的下降出现下滑的迹象，新一周销量环比下降 18.5%。特斯拉这是在大陆要被锤吗？有一个购买了特斯拉 Model Y 的车主，3个月后起火自燃了，中间经过沟通协商一直解决，但是过了3个月了，之前说好的协议没有实际行动，又被媒体炒起来了。车主采访时讲述了经过。
2024年2月5号晚上，在我那个车库的门口，我5点多我出去了，顶多6点回来的吧。6点顶多放这儿半小时，邻居看见了，我是特别猛，不敢靠前了，报案啊，消防报案，前面那个机舱内都烧没了，座椅那前挡风玻璃烧坏了，光剩了一个底盘，好像是上面那个玻璃都爆炸了。那个前面那个控制屏也烧坏了，烧坏这前半部分都烧坏了。那第一时间就给厂家打电话，保险报案了，提不上来的，因为这个前置的技术问题，想忘记那个鉴定机构记录这个药，后来是等报告嘛。报告出来以后说那个让保险给我们开款，因为里边还有一些物品嘛。价值3、4万块钱的，这个是有 4S 店标的，车可能是保险公司拿走吧，因为我的诉求已经基本上就达成了，就赔个车钱，再加这3万块钱，现在一过去好几个月了，确实我着急了。这个电话沟通对进展有，但是也来过2次，但是没有准确的，我们到赔付机场，只是说尽快老百姓。我没有那么大的精力，厂家和 4S 店他们有的是功夫，我没有什么功夫来耗着。我在当一个小镇上，特斯拉也不多，买特斯拉不错，都提速挺快的，什么那个，当时我还在我们朋友圈里，还在我朋友里夸他们怎么挺好，但后期就自己用多好，就打自己的脸。到前几天媒体的介入之后，感觉特斯拉有点入乡随俗的意思了。车主在采访中表示，车内烧了一些我们的自己的物品，这个价格3、4万块钱吧，就是这3万块钱让我们签一个协议，我们没达成一致，那个协议我有些条款做不到，让我们那个删除一些个发的一些媒体的一些个照片啊、视频啊，一些个还有语言的一些个东西全部删除。我可以帮你记录下来，让我们相关同事会第一时间给你联系。现在我确实不方便接受您的采访。这特斯拉也是差点意思啊，这么久了，协议也达成了，照章办事就好了，拖这么久就是为了让车主删除网上的视频和一些言论。这种操作应该尽早，像华为问界一样，1天时间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，连车主自己都发帖道歉，这还是体现了国产化不太够。这次媒体介入之后，怕是要赔的更多车主才会删除视频和言论了。下次反应快点，其实国内的车主还是很好说话的，类似比亚迪的车主就很好说话。有一个车主发视频称，兄弟们千万不要跑趴窝了，真的是出问题了。前2天我不是开着这辆秦 L 满电满油测这个高速续航吗？跑了1338公里，最终趴窝了，发动机最后一点油都抽不上来，就嗡响一下停一下，嗡响一下停一下，就是抽不上油来。当天晚上我们就把油加满了。这2天呢，在城市当中用车跑了100多公里，续航呢掉了有个70多公里的续航。我打算测一下城市续航，所以说我又再次把油加满了。但是呢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加满了油以后呢，油箱的里程数还是加油之前的里程数，也就是1826公里。按理说加满了油是1900公里，对不对？我加油的时候已经熄火了呀，锁车解锁重启没有任何变化，所以说我去 4S 店了，怀疑呢油浮子卡住了，所以说就把座椅给我拆了，他就给我拿仪器啊进行了校准，折腾了1个多小时，然后师傅说修好了，我就开走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开出去大概1公里左右，发动机出现了那天晚上趴窝的那种状态，就是抽不上油来啊，一起一停，一起一停。我心里想坏事儿，发动机在出毛病，幸亏离这近，我用电跑到了 4S 店，经过了师傅1个多小时的折腾，终于给整好了，就是出现了故障代码，大概率就是那天晚上趴窝导致的。油箱里一点油也没有了，发动机是抽不上来，它会出现一些故障代码。兄弟们，非测试不要把油箱的油跑干掉，这样对油泵啊还有发动机真的不是太友好。万幸啊，这个故障码解决了以后，这2天用车还是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的。看到没有，新车出故障连跑2趟，每趟1个多小时，没有任何怨言，自己还总结了用车小技巧，不要把油彻底跑完。这素质和态度真的是完美啊，不愧是宗教品牌。发布会说的2000多公里续航，自己测的1300多，也是一句话都没有，这格局也没谁了。特斯拉应该好好看一下。